Ciao, sono Cassandra。实不相瞒，今天我们要来做一款很居家又好吃的夏日冰品 ——Semifreddo a tiramisù， 意大利提拉米苏冰糕。我们需要的材料有马斯卡邦 cheese 65克，莱姆酒15毫升，内馅用的浓缩咖啡15毫升，沾饼干用的浓缩咖啡65毫升，炼乳80克，鲜奶油125克，手指饼干约9块。这次使用的是磅蛋糕模，长度为17公分，宽度为8公分，高度6公分。先在烤模内刷上一层薄薄的植物油。接着铺上保鲜膜，并尽可能的抹平。把咖啡跟莱姆酒混匀，加入马斯卡邦 cheese。马斯卡邦不要过度软化。以低速搅打到平滑的乳霜状。加入鲜奶油，以中速搅打，直到湿性发泡。倒入咖啡和炼乳，
以低速混匀后，改以中高速搅打，直到干性发泡。在烤模内先填入1/3的内馅，手指饼干沾上咖啡，把饼干排在内馅上，同时四周的边缘要保留一些空隙。再填入另外1/3的内馅，并重复之前的程序。最后倒入剩余的内馅，盖上保鲜膜，送入冰箱冷冻过夜，或最少冷冻6小时。可以用热毛巾温热一下烤模的外侧，会更容易脱模。
用热过的抹刀擦干后，抹平冰糕的表面。最后撒上可可粉就可以享用了。吃一块是绝对不够的，必须再切一块。意大利冰糕是一款非常居家的夏日冰品。那因为它的做法跟材料都很简单，也不需要用到特殊的设备，所以很受欢迎。由于它非常的普及，所以被创造出许多的口味。一般最常见的就是杏仁坚果、水果、巧克力或咖啡等等。那我们这次做的是提拉米苏的口味。Semifreddo 在意大利文是半冷冻的意思。那它吃起来的口感呢，介于慕斯跟冰淇淋之间。那它的历史其实蛮悠久的，据说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那传统是用蛋黄、糖、牛奶做成的卡士达酱作为基底，再混入打发的鲜奶油。那做法跟冰淇淋很像。那也有一些会加入打发的蛋白霜，让它的口感更偏向慕斯。不过现在因为很多人对吃生蛋有疑虑，所以又发展出更简单的做法，就是用炼乳来取代鸡蛋。那我们这一次也是采用这样的方式。那 Semifreddo 跟冰淇淋还有慕斯有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它是用棒蛋糕模来做的，然后切片享用，感觉就好像在吃一片冰冻的糕点，非常的有意思。那也推荐大家试试看。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制作这款提拉米苏冰糕要留意的小地方。首先是马斯卡邦起司的部分。那因为马斯卡邦的油脂含量比较高，如果打发过度，很容易产生油水分离的情况。那还有温度也要注意，如果回温过头，也很容易油水分离。所以如果天气很热，那个马斯卡邦它从冰箱拿出来的时候呢，大概放个1到2分钟回软就可以搅打了。那在打的时候，打数千万不要太快，时间也不要拖太长。那只要以中低速搅打，打到滑顺的乳霜状就可以了。我们大概打了1分钟左右。另外在加入鲜奶油的时候呢，也要留意马斯卡邦跟鲜奶油的那个温度呢，它是越接近越好。如果两者的温差太大，也很容易油水分离。如果在打的过程中，你感觉它那个质地有一点变粗糙，或者是出现少少的颗粒状，那就把打数放低来调整即可。那再来是容器的部分，前面有提到传统上是使用棒蛋糕模，但其实也是可以用圆模来制作的。
然后吃的时候呢，就是切成一块蛋糕的形状。那不管你用什么膜，都要记得先在容器内侧抹一点植物油，然后再铺上那个保鲜膜。那个油呢，它可以让保鲜膜比较服帖固定，也比较好取出冰糕。然后在脱模的时候，可以敷一下热毛巾来帮助脱模。若家里有微波炉，可以把毛巾拧干，然后以600瓦加热40到50秒就可以了。那脱模后，因为包保鲜膜的关系，表面会有点起皱。那如果不介意，是可以直接吃的。那想要稍微平整的，就可以用擦干的热抹刀去把它整平。那如果表面呢有点融化，可以把它拿去冷冻一下，然后之后再来撒可可粉。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咯，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是 Gaston， 别忘了帮我们按赞、分享并订阅我们的频道哦，也欢迎大家追踪我们的 IG、Instagram， 我们下次见了，拜拜。